就是外星人就这么描述。二维世界是3维有狗，为什么二维世界跟3维世界是顶级？我是有是你的命。那就是举个例子，如果说现在地球上都说的神佛是高维生物，如果说真的有的话，它会不会是反而是2维的？对，二维世界是隐藏的信息，它是隐藏信息。对，我们地球人所讲的2维是信息世界，在他们那个世界，他们会知道3维。前辈您说过去这个2维空间里体验哈，在他们星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他那个体验，他2维空间的体验不是我人真实进到2维空间。他是用他们那个特别高的一个叫截屏指数，就是把你在一个人在2维生活的一个体验那个信息嘞输入到你大脑里。另外一个他测出什么指数嘞非常新鲜的，就是关闭你的自我认知。关闭自我认知。把他用截屏指数把你那个大脑那个自我认知、自我认识那个意识嘞给关闭的。他那个关闭是极为彻底，非常彻底。彻底要把你关闭的。我们地球上那个关闭自我认知，人在水梦中都关闭一部分，但是基本上都不彻底。他那个关闭非常彻底，一旦关闭彻底，造成什么结果？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就跟你真实多一上是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忘了自己是谁了。还是睡在床上，但是你进入到那个2维世界，就比较好真实，你丝毫都不会。为什么？他把你这个自我认知、自我认识，这全部把你彻底关闭。那完全忘了自己是谁了。不是讲那个意思，他把你自我认识嘞，把你改的了。自我意识还有。你到2维世界就认识自己，你在3维世界的话，你不能认识自己的。他那个自主是非常高超的，你一旦明白不为，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知道他那个自主人家到登峰造极的自主，就非常自信。人进入到那个里面嘞，就是任何一个人，你进了大场面，就是你人家看到他们星球上那是璀璨的那个金砖，各种各样的那个文化，各种各样的那个，就让你心潮澎湃，你都不要好激动，是吧？觉得这不合适，但是一旦到了进了2维世界嘞，那个刹那间你就觉得那个日新看到的都是渣渣的，你没办法跟他。在2维世界就不要好神奇。2维世界按说是低维的，它反而看着更璀璨、更辉煌嘛。对，它不光是璀璨辉煌的，它首先只一步把你那个自我意识关闭的了，你没有正量的感觉，你只是觉得自己就是一通民俗自己的身体民俗你一下就感觉到极度的自由。以前对你的病痛的舒服，或者是呼吸的舒服，就是你不要呼吸嘛，你不要心跳嘛，所以这是运动带来的松胀感觉全部都消失了。所以你觉得自己身体是变成一种民俗，知道？另外一个人的一个欲望呢，不要好像人家得到满足一样，就让你看到一个人，你对他打招呼，是吧？他那个人就很远的看着很小吧，想近的，你心里想近，他那个人家有效的，一闪就到你面前，对不对？瞬间到跟前。另外所有的那个经过呢，是吧？所有的经过呢，都不是在一个平面高分，都在空中。就让人走路的时候，就像那个叫放在石油子高那个人在空中加印呢，像那一闪一游到那方面。别好神奇，无法用语言描述那个神奇。它不光是你看到的经过神奇，你感觉到的经过神奇，你自己身体处那个状态呢，也是非常不合思议的，因为你没有正量感觉，没有时间感觉，没有空间的感觉。那个可以看到自己身体吗？可以看到自己身体，你自己也能看到身体，而且你看到的，甚至你触摸到的，都是一种真实的感觉。真实的感觉，非常真实。那看到那风景也是平面的吗？2维是平面吗？2维你看到是立体的，立体的。但是它那个分布不是在不像我们3维真实的世界都在字面分布，它是空中到处都分布。那它在空中也有前后顺序排列，有遮挡关系吗？但是用的电脑，就是让你看到本来是一个朝上的东西，后来不知不觉就变成朝下。它是电脑。另外一个本是缺点是本是熟悉场景，就是场景变幻莫测的。你到处跑到最后一发现还是你原来那个场景，你种回来了。没有距离。不是没有距离，就是本是定位。你知道你我想到一个陌生的场景，你种了半天你种回来了，还是你原来自己是到的场景。不过你不会玩那也不存在那个。那这就像咱们去玩虚拟游戏一样。对，它比这虚拟游戏更加神奇。神奇是主要还是你把你身体那个自我意识关闭造成的，就是你意识不到自己正量。意识不到自己疼痛。那他们自己玩吗？他们自己也有人玩。有人还常年生活在电脑网络世界，他不知道他能说沉迷了。在那个世界讲得更神奇。只是在那个世界里，你只要对方把刀来看你，也可以感觉一个刀从你身体都看过去，一下就划过去，冰凉凉的那种感觉。但是他那个疼痛感不像真实这个世界那么也感觉到疼痛，但疼痛感大大均额。如果你不刻意去追求，你给他死疼不认那个程序，
对他一刀砍过来的，被人砍成两半个嘛。你自然的感觉到他打那个疼疼的是很轻微的。至少你想活得快点的感觉，那是非常真实的。痛苦他都被侵染，他始终被自动侵染的。不过你有时也要小心。你比如说你在玩虚拟游戏当中，你进入那个虚拟世界，你寻找那个能量等级高的，是吧？你这个身子不能匹配，你出来那个游戏或者是性爱活动，你那个人就受不了的，那就不得了。你那一段时间你非常痛苦，对的。为什么你这个等级不是装载不下吗？不是的，你这个等级不匹配，就是它有能量等级的。至少有个现在想给你发生性爱，在数字世界的性爱啊，或者三维世界，你要找到这个匹配这个能量。它磁石给你的，它这个可发的磁石，就是它能量等级高的，你不能是碰的，你不能引起它的兴趣，一那兴趣那就不得了，就很痛苦，那是非常痛苦。他因为他这个身子非常强壮的，超强的就比较强壮。但是他们能量强的也能在这个二 D 里边发生那个发生性爱这个感觉跟真实的没有区别。而是他那个虚拟的，他更加细致。至少在现实世界，他一个人走过来，他不有一个过程嘛。就让他对面这个很有意思话，他走过来，你要等到一个过程，在二维世界没有这个过程，没有过程，他一杀你到底你现在的，他一杀一有就像人家像有球啊，一杀你来。您认为就是所有的存在就是一个三维一个二维是吗？对，他们就两个维度，没有更高维，没有更高的维度。就是外星人就这么描述。他二维世界比三维要高些，为什么？二维世界跟三维世界是邻居。或者随时出现在另一个地方。那就是举个例子，如果说现在地球上都说的神佛是高维生物，如果说真的有的话，它会不会反而是二维的？对，二维世界隐藏的信息。它是隐藏的信息。对，我们地球人所讲到的二维啊，都是信息的形式界。在他们那个世界，他们可以制造三维世界，二维的实词。二维为什么制造实词呢？这个是他把周围的空间那个运动改变的。实际上，要一个物质从一个墙上冲过去，实际上有一个物质已经处在二维世界。其实要这么说的话，二维反而像是更高维。对，二维是更高，非常高级的。那在这个二维里边还有区分层次维度吗？那没，它就两个维度。它这个维度，他们说这个维度不像我们地球呢，这一章节说个维度，它是有背后有逻辑的。二维是相对于三维是光子运动。或者是周围空间的光子运动之间消失的，虽然不是光子运动，但是它周围的空间光子运动之间消失的。那如果说这个果壳星以后他们往高级方向进化，会不会进化到这个二维世界的？它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二维世界生活，你想到二维也行，你想到跳到三维也可以。可以随意切换。随时切换，对不对？他们那个游戏的玩游戏的人，就是我在虚拟游戏当中玩，我是在玩游戏。但是你要不是随时你强碰到游戏当中，本来你在杀人。现在被游戏当中人在杀你，有这种可能，随时就进去，你进去了，你有时候那个系统你搞错的了，你把人进去了，有人就进去了，有时候你推出来，你会搞的，轻人就推出来，从虚拟的，也就是说我曾经遇到什么场景呢？就看到那个找车子那个地摊，我心里想，就像我们日新网黄山那个找车子差不多，我心里特别想到现场看。瞧了看就这样出现，真出现在找车子。什么字？找车子就是烂泥塘，烂泥。脏泥，那个淤泥。沼泽地。你想那个到一场子，他就真到那个场。他那个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是随时切换的。随意切换。不像我们那分得这么清楚，你想进去就进去，想出来就出来。但是正安人要会玩，你不会玩呢，你搞得不好，你出来你受到人攻击。一旦到一个新刺的场子，后头没人，那是人跟着后头跟着，知道？但你马上就找出他们那个人的攻击。他的那个新刺的怪人呢，比较感兴趣。你刚说的沼泽地是三维世界里的。三维世界。如果在二维里边想沼泽地一下，也会立马到三维的沼泽地里去。对的，也可能到二维世界的沼泽地。那他们研究这个二维虚拟的这种，除了体验快感，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其他意义，就是为了体验。他们的核心就是体验，感觉和体验，他没有其他意义。这么说，我们都感觉，通常都感觉二维是降维了，是更低级的存在。这么说，它是更高级的。对，更高级。它有速度有功能，它随时切换。跟三维是，因为它跟三维注入是零注入，它不是随时，对，它没有注入概念。
那就是三维世界的能量啊，或者说那个光线啊，能穿到这个二维里边去吗？那不是两样的，它到三维，从三维到二维，它是需要一个转换的，不是说光一照到二维去的，它是需要转换的。转换过它是时空转换，转换状态，就是水电从二维状态进入到三维状态，也需要这种转换。那就是说它所有的是每个人连上的是同一个二维世界，还是说不同的电脑连的是不同的二维世界？你这说什么？就是所有人进去的都在同一个二维世界里，还是说不同的人可以进不同的二维世界？不是说，只是说它一个二维世界，这个二维世界可以不同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二维世界，就所有人都可以进这个世界，也可以进另外一个二维世界吗？不是说二维世界可以冲突，你觉得？可以串到一块，不是说你这个二维世界跟我的二维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不是。全都连通在一起，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二维世界。这个二维世界，在哪个地方？二维世界在地脑里，或者是在一个小范围地脑里。你信息，二维世界它就是信息，主要是信息。但是它这个信息呢，有时跟形式呢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张老师，您觉得这个二维世界，它是就是说它就是在电脑里的，就是那不是纯粹的，因为它一台主电脑，他们全球就用这台主电脑嘛。你可以说你就在电脑里，但是它又跟那个三维的有吻合，又连接在一起。你比如说到他们一个概念，我们底下人是不懂的。你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到一个游乐场去玩，一进去这个大门呢，是吧？它是一个接口，就是你这个大门进去了，就表示你人家信息到里面。你到另一个场呢，可能这个大门呢有几万个人都有可能，但是他说的这个游乐场呢，为什么它不像我们一个公园一个大门揉去这个水源，它分散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必须要从这个大门进去？这个大门就好像是一个信息入口、信息接口、信息接口，你必须从那进去，不从那进去，别的地方你不得到那个分水源水。既然只要你到那个分水源离你很近，你不从那大门进去，你这个场呢，它不给你进去，不得进。它有那个长比例，你就想进去，就是进在引擎里头进去。但必须要到那个接口，它那个信息匹配给你就是人家把手里通着的，它的系统把它通着的，你从那个接口进去，到你你只要你看到一个场很好玩，是吧？我想进去，但是你必须要找到大门，从大门进。对，你这样直接往里闯，你是闯不进去。这需要一个技术，不是技术，就是准入。它主要的水，你知道，只要你这个水是某是一部分设置私密的那个游乐场里，你想进去，你必须要他们准入，他们准入呢就分配一个入口，信息入口，你然后分配的你获得的，然后通过这个信息入口，你可以一步就到他从那大门就进去了，到人家手里，或者你到了他们那个总部他给你一个分配一个信息入口。你从那信息入口就进去了，然后你可以去玩。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二维世界本身就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他们是能够切换进去。不是的，它的二维世界是需要物质条件作为支撑，一个是运送，还有大量的那个电脑运送，要运送3个投射，大脑运算，投射，要把你这个运送的结果就是要出现什么场景，出现一个什么呢？在显示到那个投射进去，把你人呢要投到那个地方去。只要我让现在在电脑，我进入电脑，在二维里头分化，电脑在太空当中一台自行电脑，它是运送的结果，运送结果要找到显示的世界投射，只要我让现在想到一个南门房子玩，是吧？还要在显示当中呢，把你投进，抓取，然后呢再投射。在底下的通过数字，这个它那个游戏有真实的，就是不是真人你送到那个地方去的，是吧？当然也有属于纯虚拟的。也有纯虚拟的，就是纯运输，你一直人就在床上，一直在睡的，睡梦当中。他那个虚拟的，就是纯虚拟的，有时候也能得到那个真实的效果，别好逼真。你不存在你认为你刚才到那个地方去了，实际上你就睡在床上。但是他那个你真实到一上去的，跟你睡在床上，你有时候没办法区分。区分不了。那你知道，他有时候他也要提醒你，比如说你到一个场子去玩的话。在空中呢，飘出的那个字形的那个字母在空中飘，不知道在空中飘，别好处吧？他没得就提醒你现在还在虚拟世界，真实的世界。因为
他是个在提醒你，他不提醒你，你没办法识别。他们这个世界是原来宇宙中存在的，还是说他们通过电脑设置出来，就跟咱们设计了一个游戏一样？他们的世界啊，对，就是那个二维世界是原来有的。二维世界本来它没的，它一开始的二维世界就有一个电脑，就是人扫描下来的，你不要混身体嘛，但它技术达不到怎么干呢？它把那个出生在电脑的，它不能让那人睡觉啊，它给它在电脑的运行。但是那时候他们的技术不先进的，它就在电脑的运行，它没有显示，就是纯数理的，一下都是数理的。这么说，这个世界也是他们造出来的，他们通过电脑造出来的啊。它一开始就是纯数理的，后来搞到什么程度呢？它把数理这个显示呢有切换，随时切换。本来你这个电脑的玩啊，它又给投入到显示当中。你从显示当中又返回到电脑。有没有可能以后咱们科技发达也能接入到他们这个？它就随时切换，不停的切换。有时候那个切换太快，你人没办法判断是显示还是虚拟，你无法判断那个，你不知道你是显示还是虚拟。他知道有人提醒你那种，有人提醒你，只让他把天空呢看日本影色，你所有的太空当中的所有的天空的日本影色，他就告诉你这是虚拟的，显示当中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在咱们地球这环境中，有没有这样的维度？那个就是宇宙中原来存在这样的空间呀？不是的，你这还是理解错误的，它就是人工制造的。人工制造，纯人工制造。纯人工制造。它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运算，大量的运算，还有运送是最核心的。再一个投射，是在显示当中呢寻找一个场景，不是把你的所有那个场景呢投射到显示当中，就是虚拟跟显示呢结合。它早期就是没有投射，就专门就是电脑因素，就是纯运算。那在咱们这世界上出现了一些神迹啊，什么，比如说神佛啊那些，它肯定是不是咱们这个维度的吧？不是的，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神佛呢，它是自信人冲下来的，数度人、无数人啊，创造的一种信息，创造一种信息。他如果讲到客观的一面，他这个信息已经隐藏在空间了，这是他客观的。它存在空间中。已经隐藏，说是空间中隐藏的一种信息。你说他主观的，他是自信人、无数人就是创造的一种信息。为什么他这个信息对人强大的智慧的嘞影响的嘞？因为他是无数人的智慧结晶。那么智慧，很多人这意识凑到一起了。而且是智慧的意识凑到一起，他所以肯定有影响力。他人创造的，而且不是一个人创造的，还无数人。而且他还有这个好处，所谓的佛教也好，上帝也好，他是不断的把他那个觉得不适合的东西给去掉，然后加进好的有影响的因素，因为能够对人产生影响的因素，他是直接添加的。他这个他这个从生长到成长到长大。所谓的它都是一种信息，是信息的形式，在生长，你知道他你不得你知道现在是找佛，身体是什么样子，他什么爱好，那就没办法讲的。你上帝是什么爱好，他身体是什么样子，你这样想没有肉体。对，错误的，它是一种信息，空间的一种信息。就跟关羽原来是个历史人物，当然现在大家都相信他是一个那个五财神，那个变成了关二爷这个神哈。他是不是也是很多人想之后？最后这种意识集合到一起，关一个人，关五个人关羽，对他就是以他为主轴的，然后人以他为主轴，添加信息，不断添加，他力量越来越强，信息越来越多。另外有好多人呢，就是相信他，实际上宗教能够冲下来，靠的一个字就是信，你不信呢，他就直接消失。所以有时候，比如说神显灵，他可能就是跟这个信息连上了，对他这个对人造成了互相产生一个协互，就是他那个效应呢，跟你这个效应呢能够共振起来，共振了，同频了。信任的。还有一个什么呀？有人信徒讲，我看到上帝，看到佛，他说的讲真的，人家你脑子有问题，实际上不是的。他这个自我意识呢已经关闭的了，或者受到抑制，他分不清楚真实和形式。也就是说，他看到是虚的，但他最大心里100%认为是真的。他自己相信，他自己相信的。他自我主观意识被抑制了。对。自我分辨能力、判断能力自我对形式的认识已经受到抑制，所以说他也没在说谎，只不过是他是真心讲，我真看到佛了，我真看到上帝了。但是旁边的人就讲你脑子有问题，你怎么说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要认识到说上帝，对吧？他是无数人创造的一组信息，你这样认识了，这个问题就认识正确的。你不是一口否定的人，你还是就跟现在有人把张江进一口否定的人，我还是不服气的。为什么？你没有指着我自己哪是错误的，对吧？对，你应该认识一个问题的根本，从根本上是说这个问题，别人才相信你。是的，你老是说，你老是说身份，或者说就别的场说，你不从那个自然本身说，人不服气。现在有好多信徒，你说上帝是不存在的，佛是不存在的，那都是胡扯。你再说他不服气，对，你只有认识到哦，说上帝是他是无数人创造的一组信息，你也不能说是物体。我这里是说，你现在给你设定网页，你在全宇宙300多的光年范围搜寻，你都发现不了上帝，找不到他。对，所以你说这个找这个东西还要上帝是个物体，这是一种自见唯我主义思想。把以前的看着必须要一个物体存在。实际上我们人类这个认识这个对象它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物体，一部分是事情。事情，事情也是客观存在的。你把事情给它提出来了，导致就讲物体，什么都是物体讲，这是一种机械的思想。你知道我现在跟你说事情是人的感觉，他说是事情，它不是物体。你脑子想它是个物体，你没办法认识。物体运动变成事情。对，是变成事情，运动变成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人是描述。事情是最终是描述出来的。你把人提出来了，描述这个关键提出来了，你还是得不到。明白。是的，要有主观的这个，就是把意识加进去了。我们所认识的一个事情都是客观加主观两个因素，提出任何一个因素，你都得不到正确的答案。请问一下，就是在那个果克新上面那个二维世界里面，他能他能到别的星球去吗？就是在他那个二维世界？那肯定不行，不行的。他二维世界是最大的星球，所有的设备、所有的师朋万人都在他一个星球上。到另外一个星球他没有那个自行电脑，也没有投影设备，什么都没有，他没办法搞来。就相当于咱们的游戏那个只能咱们在咱自己手机上玩，然后低等生物他们没有这手机，他玩不了。但是他有这，他也会做到这一点，至少在他们星球上，你在玩游戏，但是他至少他到地球来的很频繁，他把你地球那个外貌也扫描下去，然后把地球人打这个人出来，他把你身体也扫描下去，这个他创造速度地球人，但他可能他那个效果达不到真实的地球，但是呢大致模拟个地球形状。他会添加咱们特征的那个角色进去。你像我现在跟地球人是战斗，你进到数据世界，他也能找到地球。他们对我们地球上是著名人物也能找到，地球上的文化什么的他也能知道。你这个是怎么知道？可是讲我是个到我们地球上的就是考察，然后得到的结论的。他那个只是占一小部分，他们采取什么做事？我想告诉你，他讲把这最多的信息呢，就抓一个人过来，抓过来我们把他脑袋扫描，他所掌握的知识，我们100%就知道。所以一个地球人对地球掌握的知识肯定很多，是吧？我知道爱因斯坦，我知道牛顿，像我现在所知道他不抓死，是吧？我所有的知道知识，他立马就知道了。他只要抓这个人知道，他就能掌握很多知识。如果他只是跑到地球上来考察，那个效率是太低的。对。